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2号。我们今天节目呢，首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许章任教授呢，他已经回家了。那么这一次许教授呢，被中共呢扣押了1个礼拜，而且呢诬给他一个所谓嫖娼的罪名，应该来讲有惊无险，算是许教授呢能够暂时的平安回到家里面。中共呢，他只是用这种方法提醒一下大家，提醒我们这些跟中共作对的人，也就是我们不是去嫖娼，我们就是在去嫖娼的路上，这就是中共要表达的一个目的。那么许教授这次能够平安到家呢，我们呢算是稍稍放了一点心，但是不代表这个事情结束。以后中共随时会拿这种事情去捏任何一个民主人士。好，我们谈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川普总统呢很忙，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他到访了美国的南方司令部。我们从白宫公布的川普总统星期五一天工作的日程上，川普总统作为一个70多岁年龄的这么一位老人，你看看他一天的工作节奏，他一天要去多少地方，他工作的节奏排的日程那么满，我不知道像他这种工作日程，拜登能处理几件公务。我发上来的这张表格，我们大家简单的可以看一看川普总统他一天的日程。你看从这个日程里面，你看写的密密麻麻，我就不全部把它念出来，否则的话呢太耽误大家时间。我们挑一下他们主要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川普总统，你看他9点半就离开了白宫，9点40到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12点05分到达了迈阿密的国际机场，12点15分离开迈阿密，12点半到了南方司令部。然后在1点40他做了禁毒行动致辞，2点05分就离开了南方司令部，2点1刻去参加了一个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的圆桌会议，3点20就离开了佛罗里达，4点1刻去了达劳德戴尔堡好莱坞国际机场，5点半他又参加一个支持圆桌会议，6点35离开了佛罗里达，下午7点05分又到达了达劳德戴尔堡，7点1刻离开了这里，然后9点25到达了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9点45他回到了白宫。你可以看一看川普总统这一天多忙，他一天从早到晚他要处理多少事，所以很多人呢就在问这个关于香港自治法案，川普总统为什么还没有签？大家都知道香港自治法案呢是7月2号呢就已经完全在美国2院全部通过，并且把它送到了川普总统的桌上，等待川普总统的签字。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10天之内如果川普总统没有签署也没有否决的话，就会自动生效。那么目前来讲，今天是7月12号，如果说是今天是礼拜天，那么算是国会休会，那么明天应该是最后一天。那么明天不管川普签不签，他签署同意，或者是到明天没有签的话，他应该自动生效了。那么你说川普会不会否决？我觉得川普100%不会否决。他如果没有主动签署而让它自动生效呢，无非就是这个法律呢照样能够达到它的效果。川普之所以他没有主动签署呢，他有他的考虑，他的考虑就是他跟中共之间，现在他跟中共之间还在迂回战，因为川普已经明确说过，他不会再有什么第2贸易阶段的协议，而第1贸易阶段的协议呢，他希望中共能够很好的执行，因为中共如果是连第1贸易阶段协议都不执行的话，那么中美之间翻脸脱钩，这就已经在眼前了。如果中国呢还能够执行第1贸易阶段协议呢，川普至少是现在要等待中国把第1贸易阶段协议执行好了以后，川普才会考虑下面会怎么做。至于香港国安法，毫无疑问来讲，美国已经有多项的这个应对措施，这个应对措施会一个一个宣布出来。我相信美国绝对不会对香港国安法对中共强行破坏香港的1国2制，违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美国会坐视不管。因为香港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这2天香港的初选仍在继续很多香港人都冒着酷暑，冒着武汉瘟疫感染的风险，戴着口罩在太阳地底下排队。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嘛，你看记者采访之后，他们回答的是什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受苦，我们这一代必须要站出来。出嚟投翻票咯，揀翻我哋自己想要嘅人咯。我喺香港活咗幾十年啦，我都希望大家都有自由啦，同埋可以發聲。呢1年發生嘅事咯，而家冇嘢可以輸噶啦就。佢話乜就係乜，完全冇法律嘅。佢話你犯法就拉你噶啦。都咁多人出嚟咯，都要出咗嚟先算。去一個數字話俾國際聽，其實有幾多人在乎香港嘅民主咯。我要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有下一代，我唔想佢哋辛苦。即係佢哋咁細個都有意識去識帶我哋大人，即係我哋企出嚟，因為我哋唔想。這就是香港人他們的這個率先的示範。中國大陸我不知道現在那麼多人，他們每一次
在碰到要抗争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了你们的下一代不再受苦，你们应当站出来？因为中国现在这一代人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没有站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吃苦。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还不站出来呢，那我们的下一代100%是在受苦的。所以说，香港民众他们就能够为了初选，为了他们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为了自己的下一代，他们无论你是国安法的威胁，还是香港政府的打压，他们现在不计风险，人人都敢走上街头去表达他们自由的权利。那么中共呢，他知道在香港的这个民主选举呢，他不能完全废弃。但是中共呢，他是希望能够操纵选举，也就是中共在选举过程中，他希望整个的选举最后发生的这个选举结果呢，是在他自己能够操纵中。这一点呢，中共很有经验。中共见证那么多年，中共所有的人大代表都是100%举手赞成的嘛，都是像申纪兰这样的嘛。那么即使是对付民主国家、民主地区，中共也有参照的方法。新加坡不就是吗？新加坡在星期五也举行了大选啊。新加坡的这个星期五的大选可以讲是一点悬念都没有的，也就是现任总理李显龙所在的人民行动党，他再次的获得了胜利。他这个胜利是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李家父子率领的人民行动党赢得了所有13次国会的大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人民行动党现在已经仅次于中国和朝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这个政党之一了。因为新加坡这个政党，就新加坡的选举完全是他李氏父子操纵的，所以说从新加坡的这个李光耀开始就玩弄这种操纵选举的游戏。在每一次的选举中，可以讲他们是严重的强奸民意，反对党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这个选票转化为席次。可以讲，他们得票率哪怕达到了40%，转化为席次，最终只能混到7%。所以说，李光耀他们父子通过改变选区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在多次的选举过程中，刻意针对反对党安排了一系列的不公正行为，选来选去，最终就是选他们一个党，也就是玩来玩去，就是玩到他们李家的父子党，不是李光耀就是他们家李显龙，他们仅仅是比北韩金家三代呢玩得隐蔽一些。这一次在选举过程中，李显龙的弟弟叫李显阳，他是加入了反对党叫前进党的行列。不过呢，在选举过程中呢，他这个反对党呢没有获得任何席位。兄弟两个人相争呢，是因为他父亲的政治遗产呢瓜分的不公平，也就是他弟弟李显阳认为父亲的政治遗产都给他哥哥李显龙继承了，所以说呢，兄弟两人反目。李光耀他是新加坡独立后的首位总理，他在位一共是31年时间。他在这个国家，他实行是严厉的这个统治制度、威权制度，他对媒体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讲起来他是民主社会，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专制的翻版，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一个专制统治。整个新加坡打击异议人士、打击那些舆论自由、打击那些记者的案例是数不胜数的。所以说，新加坡李光耀表面上推行的是一个西方民主的架构，实际上就是他李家独裁专制的几代统治，只不过他们做的隐蔽些。看上去不像朝鲜金家做的那么难看，吃相那么难看。因为你看看三胖金正恩，他是首先把他的姑父、把他的哥哥全部杀掉了，所以说他不可能有什么兄弟夺位之争。而李光耀他这两个儿子李显龙和李显阳，显然李显龙继位以后，他没有把他的弟弟杀掉，那么所以才会有李显阳在这一次选举中来反对他哥哥。这只不过是李家父子做的没有像金家父子那么决绝。按照三胖这个李显阳是100%活不下去的。我是不止一次在我的节目中揭露新加坡李显龙他们夫妇之间的丑恶的，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很多人甚至认为新加坡是有民主的，而且认为新加坡那么小的国家做得那么富裕，就是他们李氏父子的功劳。很多人看待一个问题他只看待所谓富裕不富裕，其实那个再富裕跟你老百姓有多少关系呢？就像中国，人家动不动讲中国那么大的国家 GDP 全球第2，中国 GDP 再第2，中国政府再有钱，跟你老百姓有1毛钱的关系吗？很多老百姓感觉到十分自豪觉得我们国家多么伟大，这个伟大只有你的贡献，没有你的利益的。为什么很多真实情况绝大多数华人不了解，或者是根本不愿意了解呢？本来互联网的作用是什么？互联网的作用原本就是让很多井底之蛙，让他们一开眼界，认识一下井口之外的世界。可是在中国呢，中国实际上情况是成千上万个井底之蛙，他们通过互联网认识了，认识以后他们互相交流，最终他们共同认定世界确实只有井口这么大。这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给中国的老百姓导致的现实，这也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共
共产党呢，他只要用一群骗子去忽悠一群傻子就行了。那么中国人是很好骗的，因为共产党呢，他知道中国人给你们的这个最高的生存目标呢，就是吃喝嫖赌，就是你们人生过得怎么快乐，怎么样灯红酒绿，怎么样娶妻生子。所以说中国人呢，他所打造的最高理想就是吃喝玩乐。那么共产党就给中国人民画了一块大饼，就告诉你，共产主义是最美好的世界，是按需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的话呢，要老婆给老婆，要汽车给汽车，要游艇给游艇，要别墅给别墅，按需分配嘛，你有什么需要全分配给你嘛。所以带着中国老百姓，忽悠着中国老百姓奔向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美丽的梦想已经几代也没有实现了，老百姓讲跟着你共产党做奉献，我们几代人被你忽悠，到现在也没看到共产主义啊。然后共产党再告诉你讲，实现共产主义道路很漫长，你们都需要做奉献。那么在这个奉献的过程当中，共产党知道老百姓忽悠他们，要给他们一个念想，什么念想呢？让你们发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是希望快速致富的，希望立即发财的，所以他就把你们手上的养老金啊，你们挣到的那点血汗钱啊，你们的一点积蓄啊，用 P2P 的方法让你们去投资，投资的时候给你们画一个美丽的大饼，告诉你获得很高很高的利率回报，这样中国的老百姓把钱全部投到 P2P 去了。这个例子很简单吗？你觉得中共高层不知道吗？黄奇帆就是前重庆市的，他在一个讲话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他说 P2P 就是中国农村里面，在中国历史上沿袭了1000年的农村的老鼠会，就是那种最恶劣、欺骗别人、欺诈别人金钱的一种高利贷。也就是操作的人他是没有任何资本金的，他不过是在民间集资了老百姓的钱，然后给你们发一点点利率，通过利率滚动以后，让你们把更多的钱投进来以后，最终他们卷款逃跑。P2P 就是农村高利贷，互联网下的翻版。那我们这个东西呢，一下子打上了互联网的神圣的科学外衣，把中国几百年传统社会、农村社会中最丑陋的、最恶心的、最没有责任感的老鼠会，放高利贷公司的老鼠会，装上了互联网外衣转开来了。那么这里边老鼠会的这种搞放高利贷的人自己是没有什么经营的资本金的。第二呢，他都是这一手从老百姓高息揽出而来，那一手放高利贷而出。那么中间呢出现坏账赖账呢，总是会走向崩溃，或者发横财卷款而走等等。全国呢差不多有1万多个 P2P 公司在这2年整顿中倒闭，那么坏账呢总账差不多有2万亿。所以说王岐帆很清楚，共产党高层很清楚啊。王岐帆都讲，这几年光打着互联网这个美丽旗号，然后用 P2P 的方式骗取老百姓钱财，最终导致死坏账都达到2万亿。那么明明知道有那么多死坏账，明明知道这是老鼠会，明明知道这是中国沿袭了上千年的最恶劣的高利贷，为什么要让它发展呢？这个后面这个操纵的人都是权贵嘛，共产党的权贵才可以通过 P2P 获得他们的利益嘛，然后找几个当地的人让他们站在前台，最终钱都被权贵卷走了。而且站在前台的什么这些企业家，这些什么代理人，最终把这些人作为替罪羊拉几个枪毙啊！老百姓的钱没有就没有了嘛，所以老百姓就处在一轮一轮给你画大饼，一轮一轮要发财，一轮一轮破灭，一轮轮破产，一轮轮跪求政府给他们做赌，最后政府枪毙几个替罪羊，这件事在中国一轮一轮的上演。针对香港国安法，现在全球呢很多国家呢都希望呢能够给香港民众呢提供一个逃生渠道。那么英国是率先宣布，而五眼联盟国家呢，每一个国家都紧紧跟进了。在英国也好，澳洲也好，加拿大也好，美国、新西兰也好，在落实所有港人能够撤退到达他们国家，提供给他们政治庇护权利这个逃生通道的同时，澳洲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传媒，它呢向澳洲政府呢就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也就是说，在整个这次救助计划中啊，就是被澳洲称为叫救生艇计划，就是这个救生艇计划一定要区分对待港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共的港共官员，他们优先提到了有2个代表人物。一个就是香港的教育局局长叫杨润雄，这个杨润雄呢是积极帮助中共在香港推行中共红色洗脑政策的一个香港教育局局长，他在香港的教材试用中是希望能够推行中国大陆对中国民众洗脑的各种共产党红色思维的教材，而排斥原来香港沿用多年的港英教育的那些国民教材。所以说杨润雄是一个有着典型的共产党代表色彩的一个香港官员。
而杨润雄现在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通通都在澳洲学习。目前来讲，如果是这项救生艇计划救助了包括杨润雄这样的家庭，那么显然对澳洲是违背澳洲的价值观的。同时，澳洲这个媒体也提到了香港人大代表，就是香港参加中共人大代表讨论香港这次国安法的有一个香港的委员叫谭耀宗，谭耀宗的儿子现在也拥有澳洲籍，所以说澳洲媒体就对澳洲政府提出，必须在救生艇计划里面实施一个严格的一个政治审查制度，也就是对香港到达澳洲的这些什么蓝丝啦、拥护共产党的，或者那些在自己个人社交媒体上多次发表过拥护共产党、称阿舍、称共产党国安法的这些人，这些政治背景的人不可以让他们进入澳洲。如果有漏网之鱼，只要有其他香港人检举，在他个人的这个社交网站上面能够找到他自己过去几年来发言所表达的政治立场的这些人，澳洲都应该予以政治庇护的拒绝。所以说这条标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因为呢，审查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不能凭他自己在表格上他怎么填，他说我反对国安法的，不能凭他自己怎么讲，而是要看他一贯的政治立场。而一贯的政治立场怎么看呢？就审查他5年之内的个人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我觉得最简单，一个人他没办法在5年之前就做好伪装，也就是5年之前他连续5年都是支持共产党的，支持共产党在香港破坏香港1国2制政策的人，到了现在他想改变，想通过他这几天的发言来掩盖他的过去是掩盖不掉的。因此我觉得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都应该像澳洲这个媒体所提出的这种政治审查标准，也就是看你的道德立场，看你的价值观，看你的政治思维，检查你5年以来的社交媒体的发言，也就是任何申请人你要提交你自己5年之内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因为可以这样讲，拥共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有微信，都有微博，都有抖音，他们只要把他们这些账户上面所有发言所转发的各种视频，转发的各种文章，转发的各种言论拿出来一亮，就知道他是什么政治立场了。通过个人媒体、个人社交媒体来审查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最简单的。就像美国现在不是搞黑名贵吗？像有很多人他讲他不是支持黑名贵的，你只要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把他的社交媒体一查就出来了嘛。现在美国这个黑名贵，他不是简简单单的是黑人要追求跟白人平等的权利啊，他是要超越你的权利啊。那为什么加州通过的这个 SAF 法案，他就是给了黑人一个超越正常人的权利呢？而黑人如果是在某一个领域中，你本身获得了这个里面的特权，你要不要跟白人跟其他种族分享呢？比方说 NBA 球队现在90%以上都是黑人，那是不是你按照 SAF 法案的话，那应该是全美的所有的 NBA 的球队黑人球员也不应该占有90%以上的比例，黑人打球最多成为球星的这个机会也应该是按照 SAF 法案里面大家平权，大家按照比例来上的。黑人同意不同意呢？所以 SAF 法案实际上就是给予黑人一个特权法案，而不是一个平权法案。本来是一个教育平权，就是大家获得公平的平等的教育机会，而 SAF 法案是剥夺了华人，剥夺了白人，剥夺了其他种族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而单单独独给了黑人。那为什么黑人你们在NBA 球队里面你们获得那么高的比例，不要把这个比例下降，不要让别的种族别的颜色让他们加入 NBA 球队呢？你那时候会讲别人球打得没有我们好吧？那一样的吧，上大学也是这样吧？你们学习没有中国人好啊？那没有华人好的话，那就是应该给华人优先嘛。还有一个硅谷那么多公司，你们要教育平权，那为什么不大量的录用那些黑人连2位数的乘法都学不好的？为什么他们不到硅谷去当程序员，去当码农，到硅谷去当工程师呢？显然就是这个道理嘛，因为黑人不会数学嘛，他这个算术连2位数都算不好，你怎么去让他来到硅谷来当工程师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本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按自己的能力来的，按你的素质高低来的，按你的学习成绩来的。如果我们这个权利不是用公平的机会，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让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而是偏袒于某一个种族，偏袒于某一个民族的话，那显然你这个社会制度制定的就有问题了。不是讲黑人道德品质都低下，有很多黑人他们的水平是很高，道德品质也很高。我曾经在我节目里面发过一段视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纽约中央公园有一个白人女子在遛狗的过程中，当时有一个黑人提
提醒他，你遛狗的时候必须要给狗拴上绳子。这个女士就打电话报警，说这个男士，说这个黑人男士骚扰了她。其实这个男士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中央公园规定，任何人遛狗都要给狗拴上绳子。那么这个女的误报警以后，最终警察出警以后，调查不是那么回事。而这个黑人呢，是把这段视频呢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发到了脸书上面。因此呢，这个白人女子受到了社会对她一致的口诛笔伐，加上这个白人女子立即就被她自己所在的一个单位把她的高管职务解除了，所以说这个女子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惩罚。那么现在纽约的警察准备呈堂立供，把这个女子告上法庭，因为她误报警察，她涉嫌滥用警察。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黑人就表示他不会配合警察出庭作证，因为呢，他认为这个女子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他不愿意让这个女子受到过度的这个惩罚。所以说，这个黑人他实际上他是一个鸟类学家，他不愿意让这个女生，这个白人女生过度的受到社会的惩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黑人思想道德境界是很高的。因此来讲，这个社会它实际上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只要遵循社会的自由价值观，遵循社会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我相信无论是黑人、是华人、是白人，大家都应该是共同的遵守一个社会公平的原则，在公平的这个原则基础上，大家彼此展开竞争。好，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经常有朋友呢会提到，我的视频节目里面呢，有时候会插播一些视频，尤其是那些中共的一些官员的画面啊，或者一些香港政府的官员的画面啊，他们认为呢很不舒服，不愿意看到这些人。我要告诉这些朋友们呢，我的这个视频节目呢，它是一个时政节目，时政节目就是在谈政治。谈政治呢，就肯定会经常使用一些视频画面和图片来还原事实真相。有的视频呢是历史回顾，还有一些呢是中共的外交官员，包括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或者是香港高官的谈话。有的人不爱听，其实呢，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为他们保持证据，因为我并不知道我的节目呢可以开播多长时间，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因为有言论封杀的问题，我的节目就不能正常播出了，也有可能某一天我会倒在我的战斗岗位上，这些可能都可能发生。所以说未来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之所以做这些节目，在我的节目里面经常保持一些视频，主要它是为历史传承留下一些资料，把这些历史视频留给我们未来的子孙。很多人讲你那些视频互联网上查得到，是啊，现在能查得到。如果过10年、过50年、过100年呢？我希望我建明的这些视频节目能够给我们未来的子孙，让他们通过我的节目里面找到很多历史的答案。因为我的节目呢是紧跟当代时政发生的每一个视频资料的。我选用的视频资料有很多历史资料，可能有时候我选用都不是一次，包括你看邓小平接见李嘉诚的关于香港回归的讲话，包括1997年彭定康在交接香港时候的历史画面，这些节目我都不止一次运用到，因为我是希望这些历史资料呢，在我的节目里面能做一个保留。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呢，他是不断的下载我的节目，然后保留这份节目，为了就是什么？为了是将来这些历史资料不会丢失。包括共产党也会有专门的专案小组在研究我吴建民和研究像我吴建民这一类的反共的这些学者们，然后他们希望能通过研究我们，能找到对我们进行压制、进行打击的一个突破口的。所以说我建民觉得我是有这一份责任，我有这份历史责任，要通过我的节目来传承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数字化时代，未来的视频节目也好，图片也好，文字也好，往往都是通过数字化来保留。我相信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些资料通过数字化保留以后，最终能传承个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历史留给我们未来的子孙，让他们研究中国当时这个年代它所发生的各种历史史实的时候，当时的时政评论员们是怎么去评判中国的政治历史的，我们是保留了哪些历史证据的。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的节目不仅仅有时政宣传，有时政热点评述，也有历史传承的责任。所以在这一点上，请朋友们理解，我们的节目既要起到能够唤醒大家，能够激发起大家能够对共产党历史的认清，同时能够激发起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向共产党这个高墙进攻，而且也有一个历史传承，也让我们未来的子孙他们能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如何的黑暗，而这个黑暗是绝不能让共产党让他们就可以把这个黑暗简单的就抹去了。所以说我的节目里面往往承担着这样的功能，因此呢，希望朋友们理解。现在我的节目呢，已经加上了中文、英文，包括简体、包括繁体的字幕。我感谢我的字幕组里面朋友们，大
大家持续不断的辛勤努力，也希望那些有能力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字幕组，尤其是我们字幕组还缺少那些英文校对，因为我们每天的英文字幕是有人翻译、编辑、整理，但是我们希望有那种中英文非常好的朋友能够来帮助我们做校对，也就是校对出来的整个的这个英文的句子、英文的语法和英文里面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呢，能够更准确的让外国人、让懂英语的美国人，他们能够很轻易的能够理解和表达，这样更有利于建明的节目的推广，也有利于我们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步，让美国高层能够借鉴我建明论推强节目里面很多对美国高层的谏言，能够让他们采取这些对中共有力的打击手段，尽快的摧毁中共，让全世界早一天迎来民主的明天。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